不能随便吃，医生忠告，为了健康，这些人群需谨慎选择。在五谷杂粮的丰富世界里，玉米以其独特的香甜口感和丰富的营养价值，深受大众喜爱。它不仅富含膳食纤维、维生素及矿物质，还含有一定量的蛋白质和不饱和脂肪酸，对促进消化、增强免疫力、维护心血管健康等方面有着积极作用。然而，正如甲之蜜糖、乙之砒霜，对于某些特定人群而言，玉米的食用并非毫无顾忌。今天，我们就来深入探讨一下哪些人群在享受玉米美味时需格外注意，以及背后的健康考量。一、糖尿病患者，控制总量，优选烹饪方式。糖尿病是一种由于胰岛素分泌或作用缺陷引起的慢性代谢性疾病，其特征是高血糖。糖尿病患者需要严格控制饮食中的糖分摄入，以维持血糖水平的稳定。玉米虽然属于低 GI 血糖生成指数食物，但其含有一定量的碳水化合物，过量食用仍可能导致血糖波动。因此，糖尿病患者应适量食用玉米，并尽量选择蒸、煮等少油少盐的烹饪方式，避免油炸或高糖加工的玉米制品，如爆米花、玉米糖浆制品等。1.1 玉米的血糖生成指数 GI 与糖尿病的关系。GI 是衡量食物引起血糖升高速度的指标。低 GI 食物 GI 值小于等于55，通常会缓慢释放葡萄糖，导致血糖水平的温和上升。玉米的 GI 值通常在55左右，属于低 GI 食物，但这并不意味着糖尿病患者可以无限制的食用。玉米的碳水化合物含量较高，过量摄入仍可能导致血糖水平的急剧波动。1.2 控制食用量。糖尿病患者应根据自身的每日碳水化合物摄入量计划，合理安排玉米的食用量。一般来说，每餐的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应在45到60克之间，而一根中等大小的玉米约150克，含有约30克碳水化合物。因此，糖尿病患者可以适量食用玉米，但需注意总的碳水化合物摄入量。1.3 优选烹饪方式。选择健康的烹饪方式对于糖尿病患者尤为重要。蒸、煮是较为健康的烹饪方式，这样可以保留玉米的营养成分，同时避免额外的热量和脂肪摄入，避免油炸或高糖加工的玉米制品，如爆米花、玉米糖浆制品等，因为这些加工方式会增加额外的热量和糖分，不利于血糖控制。1.4 结合其他低 GI 食物。为了更好地控制血糖水平，糖尿病患者可以将玉米与其他低 GI 食物搭配食用，例如可以将玉米粒加入蔬菜沙拉中，或与高纤维的全谷物一起烹饪，这样可以减缓碳水化合物的吸收速度，帮助维持血糖的稳定。2. 消化系统疾病患者，细嚼慢咽，避免粗粮刺激。消化系统疾病包括胃炎、胃溃疡、12指肠溃疡等，这些疾病通常会导致胃肠道黏膜的损伤和炎症反应。玉米中的粗纤维虽然有助于促进肠道蠕动，但对于消化系统疾病患者来说，粗纤维可能加重胃肠负担，引起不适。2.1 粗纤维对消化系统的影响。玉米中的粗纤维主要包括纤维素和半纤维素，这些不溶性纤维在胃肠道中不易被消化吸收，能够增加粪便体积，促进肠道蠕动。然而，对于胃肠道黏膜受损的患者，粗纤维可能会加重机械性刺激，导致疼痛、腹胀等不适症状。2.2 细嚼慢咽的重要性。细嚼慢咽可以减少食物颗粒的大小，降低对胃肠道黏膜的直接刺激。消化系统疾病患者在食用玉米时，应充分咀嚼、细嚼慢咽，以减轻胃肠道的负担。此外，可以选择将玉米粒磨成玉米粉，制作成玉米粥、玉米糊等更易消化的食物形式。2.3 根据病情轻重调整饮食。消化系统疾病患者应根据自身病情的轻重，适量减少或避免直接食用整粒玉米。例如，在急性发作期，应避免食用粗纤维含量高的食物，而在病情缓解期，可以适量食用玉米，但需注意细嚼慢咽，并搭配其他易消化的食物。3. 免疫力低下人群，均衡摄入，避免过敏。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包括老年人、慢性病患者、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者等。这类人群的免疫系统功能较弱，容易受到感染和过敏反应的影响。虽然玉米过敏相对少见，
但对于免疫力低下或已知对玉米过敏的人群来说，食用玉米可能引发过敏反应，如皮肤瘙痒、红肿、呼吸困难等。3.1 玉米过敏的症状与预防。玉米过敏的症状包括皮肤瘙痒、红肿、荨麻疹、呼吸困难、腹痛、腹泻等。免疫力低下人群在尝试新食物时，应谨慎选择并留意身体反应。一旦发现过敏症状，应立即停止食用并就医。3.2 均衡摄入其他营养。免疫力低下人群在饮食上应注重均衡摄入各种营养素，以增强免疫力。可以将玉米与其他富含维生素、矿物质和抗氧化剂的食物搭配食用，如蔬菜、水果、坚果、种子等，以确保营养全面，提高免疫功能。3.3 避免高致敏性食物。免疫力低下人群应避免食用高致敏性食物，如海鲜、坚果、牛奶等，以减少过敏反应的风险。在食用玉米时，可以选择有机玉米或非转基因玉米，以降低农药残留和转基因成分可能带来的过敏风险。4. 肾功能不全患者，限制蛋白质摄入。肾功能不全患者由于肾脏排泄功能减弱，需要严格控制蛋白质的摄入量，以减轻肾脏的负担。玉米虽非高蛋白食物，但其作为植物性食品，仍含有一定量的蛋白质。4.1 蛋白质代谢与肾功能。蛋白质在体内代谢过程中会产生尿素、肌酐等代谢废物，这些废物需要通过肾脏排泄。肾功能不全患者由于肾脏排泄功能减弱，蛋白质代谢产生的废物可能在体内积聚，加重肾脏负担。因此，这类患者在日常饮食中需控制蛋白质的总摄入量。4.2 控制玉米的摄入量。肾功能不全患者在食用玉米时，应根据医生的建议合理控制摄入量。一般来说，每天的蛋白质摄入量应控制在 0.6 到 0.8 克每公斤体重，而一根中等大小的玉米约150克，含有约3克蛋白质。因此，肾功能不全患者可以适量食用玉米，但需注意总的蛋白质摄入量。4.3 搭配低蛋白食物。为了更好地控制蛋白质摄入，肾功能不全患者可以将玉米与其他低蛋白食物搭配食用，例如可以将玉米粒加入蔬菜沙拉中，或与低蛋白的全谷物一起烹饪，这样可以在保证营养的前提下，减少蛋白质的摄入量。5. 生长发育期儿童与老年人，适量补充，注意营养搭配。生长发育期的儿童和消化吸收能力减弱的老年人对营养的需求较高，单纯依赖玉米可能无法满足其全面的营养需求。5.1 儿童的营养需求。生长发育期的儿童需要充足的蛋白质、维生素、矿物质等营养素，以支持身体的快速生长和发育。虽然玉米营养丰富，但其蛋白质含量相对较低，且缺乏某些必需氨基酸。因此，儿童在食用玉米时，应适量搭配其他富含蛋白质、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，如肉类、蛋类、奶类及新鲜蔬果，以确保营养均衡，促进健康成长。5.2 老年人的营养需求。老年人的消化吸收能力减弱，容易出现营养不良的问题。玉米中的膳食纤维有助于促进肠道蠕动，预防便秘，但其蛋白质和某些维生素、矿物质的含量较低。因此，老年人在食用玉米时，应适量搭配其他易消化、富含营养的食物，如瘦肉、鱼类、豆制品、奶制品及新鲜蔬果，以确保营养均衡，维持良好的身体状态。5.3 注意烹饪方式。对于儿童和老年人来说，选择合适的烹饪方式同样重要。蒸、煮是较为健康的烹饪方式，可以保留玉米的营养成分，同时减少额外的热量和脂肪摄入。避免油炸或高糖加工的玉米制品，如爆米花、玉米糖浆制品等，因为这些加工方式会增加额外的热量和糖分，不利于健康。综上所述，玉米作为一种健康食品，其食用并非一概而论，而是需要根据个人的健康状况和营养需求进行合理选择和搭配。对于上述提到的特殊人群，更应遵循医生的建议，科学饮食，以达到既享受美食又维护健康的目的。记住，健康饮食的关键在于适量与均衡。让我们在享受玉米带来的美味与营养的同时，也守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。